人们常说，男人步入三字头，就容易对生活产生些许的疲惫，而我也即将迎来自己的30岁，那时便成为了所谓的高龄产妇，怀孕生子不再是那么简单。每每想到这些，我心中便涌起一股莫名的恐慌，是不是自己已青春不再，对丈夫的吸引力也日渐减弱？为了找回那份自信与魅力，我踏入了美容院，享受了一次全身的 SPA 护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结婚纪念日的那天，我换上了平日里觉得过于张扬的衣裙，深夜他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。看到我与平日截然不同的装扮，他显然有些意外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艳。老公，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轻声提醒，试图拉近我们的距离。然而，他只是匆匆瞥了我一眼，便转身向床铺走去，声音中透露出疲惫。知道了，但现在真的很累，明天再说吧。他的话语像是一盆冷水，瞬间浇灭了我心中的期待。与此同时，我看着闺蜜那红润的脸庞，这几年她似乎越发容光焕发，而我似乎在她的映衬下显得越发暗淡。你怎么了？她敏锐地察觉到我的不安，是不是和方勋之间有什么问题？我勉强笑了笑，试图掩饰。哪有？我们挺好的。但他显然不信，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瓶递给我，神秘地说：“试试这个吧，很有用的，只要在他吃饭时悄悄放到饭里，效果你试了就知道。”我拿着那个小瓶，半信半疑，这真的有用吗？不会对身体不好吧？他笑了，你放心，我家老张也用过，你看他现在多精神。我默然，心中却在权衡。婆婆为了想要孙子，已经让我尝试了各种偏方，但生孩子真的只是我一个人的事吗？早上，我煮好一锅醒酒汤，让方勋带去公司吃。方勋不太情愿，今天是月底，白天要汇报总季度业绩，晚上要聚餐，带过去会很麻烦。这2天是排卵期，你又要喝酒吗？我十分委屈的样子，领导都在，不喝也不合适吧？你就说最近胃不太好，不要喝酒了好不好吗？我搂着他的胳膊撒娇，希望他能答应。以前我只要一撒娇，不管是什么要求他都会答应。果然，他无奈一笑，好了，我答应你，少喝点酒就是了。我赶时间，快迟到了。说着，他拿起我准备好的饭和汤、保温袋就离开了。他走后，我一个人在家里打扫卫生，忽然看到他的公文包还没有带走，可能是早上刚刚太匆忙了吧。正想着，电话响了。丽丽，你看到家里我的公文包了吗？老公，我正打算给你送过去呢，你别急，我马上到。我赶紧收拾了一下，就往丈夫公司赶去。正好去送公文包的同时，也可以顺便去参加公司的年会。之前方勋也问了我的意思，他们公司年会我去不去？因为也确实辞职多年，在家当习惯了家庭主妇，所以有很多年没有这样子与陌生人接触。除了闺蜜能说说知心话，总觉得怕自己无法融入丈夫的圈子，所以之前我拒绝了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为了备孕做了那么多努力，我不想白白浪费。我进到丈夫总经理办公室门口，由秘书代办和舒婷从我手中接过公文包。是祝丽丽女士吗？你好，我是方经理的秘书。这个女人一身职业装，显得十分干练。丈夫公司的同事看到我来了，都开始要求我就留下来一起聚餐。放在以前我肯定会拒绝，但是为了过个好年，我高高兴兴地同意了。
你以前不是最不喜欢这种场合吗？丈夫从办公室走出来，轻轻地来到我身边问我，因为有你在这里啊，我更怕你等下趁我不在又喝那么多酒，我来监督你。我还不忘做了一个俏皮的动作，大伙调侃我们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们两个夫妻感情还是这么好呀，真羡慕小芳啊。我和丈夫相视一笑。年会聚餐是下午5点，方勋和一群身穿西装革履的男人走进宴会。舒婷在我耳旁悄悄介绍，领头的是这家公司的总裁，董事长的儿子，旁边的是副总，是总裁的弟弟。我匆匆看了一眼，只注意到了领头的人物，难怪看着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，虽然丝毫没有一点有钱人的架子，但是听说以前是个玩过不少女人的花花公子，很早之前就听方勋提起过这个人，今天见到本人了，长得还挺帅的。那时候方勋还总是抱怨，有的人生下来就站在了你一辈子也到达不了的终点，有的人一出生就是牛马，拼死拼活，连人家的1.0头这辈子都赚不到。总裁上台发言完毕，回到座位上，当时就坐在他的旁边。老样子老公在单位上很被看重，舒婷注意到了我的目光，提醒我要不要一起去那边坐，有劳你费心了。方经理为我们拿下了大单子，大家的年终奖全靠他鼎力协助，我们大家对他都很敬佩。看得出来，舒婷对方勋十分尊重。晚上还有正事要办，我尽量保持7分饱的状态。舒婷吃了好几口，转头和我说：“嫂子，我先去敬酒了，说不定以后有生意上的往来，你去吧，工作要紧。”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他把工作永远排在第一位，下意识地说出这句话。我忽然反应过来什么，哦，对了，让方勋少喝点。你们一直在准备要孩子的事情吗？不能喝酒，我知道了。我有点疑惑，我和方勋正在准备要小孩的事情，他一个秘书怎么连家事都知道？而且他一直对生孩子这个事热情度并不高，又怎么会在公司说？大家吃饱喝足，接下来的都是在等着抽奖环节。还真别说，这福利待遇是真没话说。我随手都抽中了一张美容年卡。我上台领奖，看到不远处的舒婷一直跟在方勋身旁，朝着众人微笑。她看到我的时候，还给了我一个放心的眼神。我笑了笑，转身下来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撞进了一个怀抱，身上被洒了一身的红酒。由于是黑色的裙子，所以看着不太明显。抱歉，抱歉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有些拘谨，怕连累到丈夫。没事，去洗手间洗一下，一起吗？总裁做了一个非常绅士的动作。我用清水擦拭手上残留的红酒，听到隔壁包厢传来赵总裁的声音：“今晚的消费全部由公司买单，大家继续吃好玩好。”我看着洗手台镜子里的自己，总觉得面色暗黄无光。回到座位上，丈夫还带着我让他拿的醒酒汤，顿时心头一暖。可是转身就看见被赵总打开盖子，一饮而下，想要跑过去阻拦，也于事无补。正好这个时候，舒婷把方勋带我跟前，看着喝得醉醺醺的丈夫，我的心里还挺埋怨的。舒婷表现得很尴尬，不好意思啊，嫂子，我拦了。可是真的拦不住啊，没事儿，我知道你尽力了。赵总突然提前有事离开了，说是之前谈的一个项目合同，人家客户想在年底之前定好方案。我对舒婷说，方勋喝醉了，我先开车带他一起回家，你们玩得尽兴哈。那好，嫂子您慢点，路上注意安全。
我把方勋扛进地下车库，塞进车里，正准备拿钥匙开车，赵总突然在车窗在敲玻璃。我把车门摇下来：“赵总，您是有什么事吗？”赵总裁弯下腰，轻声说道：“可以搭个顺风车吗？我有急事。我那辆保时捷卡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刚出车库就抛锚了，找的人正在维修。我见他挺着急的样子，应该是真的，就没有多想，就让他上了车，让他坐在副驾驶座位上，我丈夫躺在后座，醉得不省人事，一路开车去丈夫公司。”赵总突然打开话题：“平时你们小两口都喜欢什么呀？”我随口一答：“他平时工作也挺忙的，不是喝酒就是应酬签单。我一个人这么多年做全职太太也挺无聊。”赵总若有所思的样子，突然用手指着不远处的小区楼盘，开口说：“那是你们俩买的房子吧？比公司近。方总跟我说过这个项目，家里有拷贝，我就想着早点回家，然后就开车去小区了。到时候让赵总自己打车离开。”打开家门，我跟赵总说：“方勋的书房在 loft 2楼，他平时为了不打扰我休息，都在那里办公。你上去看看有没有你要找的东西。”赵总去了楼上，我把丈夫扛到沙发上，我实在是累得不行了，然后就去楼上帮忙找。“赵总，你找到了吗？”我小心翼翼地问。一起翻东西的同时，不小心碰到了赵总的手臂，非常滚烫。我心里一沉，忽然想起来他错喝了醒酒汤，然后在书桌旁边，他将我的手一把抓住。我想我已经找到了我想要的，他抓着我的手不放。“赵总，你要注意身份，我已经结婚了。”我害怕地壮着胆子提醒：“嘘，别出声，待会儿把你老公吵醒了可就不好了。嫂子，求你了，我其实第一眼就喜欢你了。”第二天，满屋子的狼狈，赵总早就离开了，丈夫还躺在沙发上，根本没有醒来的迹象。我已经处理好了所有家务，在卫生间洗完澡，对着镜子看到自己容光焕发，内心别提多甜蜜了。我正好转过身，丈夫什么时候站在我面前的都不知道，他一把抱住我的腰：“老婆，我想你了。老公，你饿了吗？我去给你做早餐。”因为想到昨晚的事情，对他心里很是愧疚。我想吃老婆煮的牛肉面。老公，你再多休息下，我马上就煮好。方勋突然从身后一把抱住我：“老婆！”让我有点做贼心虚，不敢回应他突然的热情。“老婆，你辛苦了，我保证以后一定要好好爱你。昨天的事情对不起，我又喝多了。”“别这么说，我理解你不容易，但是也要爱惜自己的身体，懂吗？”“老婆，你今天真漂亮，皮肤都比以前嫩滑白皙了不少呢。不和你贫嘴了，我给你煮面去。”我心虚了，找借口开溜。这几天之后，最近方勋的工作越来越忙了。方勋之后的工作非常忙，总是加班到深夜回来，再也没有碰过我。这样下去，婆婆那边怎么交代？这天，方勋下班后回来跟我说，最近公司很忙，有个非常大的项目，在他手要去国外实地考察情况，以免到时候真签单，避免出乱子。我内心是比较担忧的，一边回味着那晚和赵总发生的事，一边害怕被方勋知道了。我看似无意识地试探地提了一下关于赵总的事情，方勋的表现似乎没有任何异常，我一颗悬着的心也总算放下了。很快，春节就要来临了，我的肚子始终没有动静。好在今年方勋的工作比较忙，所以就不回老家过年了。日子就是这样忙碌着。这天下午，天气还算暖和。由于之前对丈夫的愧疚，今天是他生日，
我在厨房给他做了一堆美食，就想着去给他一个惊喜。由于快过年了，大家都陆陆续续的回家了，基本上公司里没有什么人。我看到丈夫不在办公室里，就先把饭菜放下来，看到乱七八糟的书桌，也顺便帮他整理了一下。突然，从一堆文件里掉落出来2张三亚度假岛的票。这家酒店之前也听闺蜜提到过，说她家老张特别喜欢这个度假岛，很有情趣氛围感。是丈夫也想和我一起去吗？我有点在迫不及待地幻想了。自从上次和赵总一夜疯狂之后，丈夫他就再也没有和我做过了。一想到他要带我出去度假，我心里甜滋滋的。忽然，耳边听到门外的卫生间里响起了丈夫的声音，正准备去叫他来吃饭，但是他和另一个女人的对话却打断了我的脚步。舒婷，三亚度假岛的机票我都订好了，这次没有人可以打扫到我们的2人世界，开不开心？透过门缝看见丈夫的腿上坐着秘书陈叔。老公，还是你对我最好了。声音又嗲又娇气。来，宝贝儿，亲亲老公。啊，呵呵，老公，你真好。我瞪大了眼睛，简直不敢相信，这还是我那个丈夫吗？原来他根本不是没有热情，而是对我没有热情。7年的夫妻情分，竟然比不上一个认识不到1年的秘书。我的脑子瞬间炸了，我已经根本看不下去了。我真的很想上前教训这对狗男女，但是我要控制好自己，我不能便宜了这个贱人。难怪他一直不可能要小孩，难怪他那方面没有需求，难怪呀，难怪，原来他早就想好了退路，一直在骗我，筹划这一切。顿时，我忍住心中的悲愤，默默来到办公室里，将整理好的东西重新复原。我的丈夫7年的婚姻，他还是没能抵住诱惑，眼睁睁看着他出轨了。原来出国出差都是为了和他的秘书去三亚度假岛过2人世界，根本就不是神病八思打扰出差加班。想想这些年的付出，还有被他耽误的青春，真是可笑至极。我怒火中烧，突然一阵恶心，出门抱着垃圾桶狂吐了一番。算算时间，我心中有种不好的猜想，转身路过总裁办公室，赵总还在加班。赵总，午饭吃了吗？赵总看我似乎神色不对，还没呢。你不开心吗？我哽咽一声，没忍住抱着赵总，默默流下无声的眼泪。但我也没有和他说我丈夫出轨秘书的事情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成了赵总的地下情人。反正赵总比方勋有钱又帅，身材又好，我何乐而不为呢？我就是要报复他，谁让他欺骗我，我跟他。总之，这年真是过得十分荒唐。他没出差之前，不想要孩子，要么在书房睡，要么在沙发上睡，我也不再缠着他要孩子了。终于，我忍到他出差的日子了，索性就和赵总在一起了。就在我和丈夫住了7年的婚房里，丈夫跟着他的秘书去度假了，留我一个人独守空房。赵总也总是时不时的过来串门。就在我和丈夫的床上睡着，就穿鞋一吞炭硕备有木么荒唐到除夕，赵总要回家吃年夜饭。我表示非常理解，我也有时间把家里的脏乱收拾一下了。在整理丈夫的书房时，不小心翻出来了一个盒子，是微型摄像头。我心里一惊，这么说，他一直在监控我。我吓出一身冷汗，拿起手机，哆哆嗦嗦地拨通赵总电话：“你快过来，我们好像被他监视。”很快，赵总赶了过来，发现摄像头是直接对准书桌的。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安装的？如果是早就安装了，那天的事情不就被丈夫全知道了吗？赵总用菜刀将摄像头砍成2半。别怕，
已经销毁了。赵总安慰我，把我揽进怀里。我还是感觉不放心，打开了丈夫的电脑，万一他电脑里有存档呢？要输入密码。这么多年夫妻，我还是了解老公的。输了他的生日，果然打开了电脑，而里面果然有备份。我直接删除了所有的视频。我有点害怕。赵总明白了我的担忧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将电脑砸了。似是不够解气，用菜刀右藤渠爬蝎讨表了比几刀。别怕，他要么是计算钱，要么就是对付我，我不会让他如意的。他道：乖乖等着，他没机会欺负你。赵总语气温柔，被这么帅的男人安慰，我所有的害怕都被抚平。此刻，我的内心已经完全被他俘虏了。赵总放下了菜刀，一把将我搂过来，在这个书桌上，又让我回想起了和他在这里的第一次的场景。我还是内心激荡，意犹未尽，让他强有力的大手在我的身上不断的揉挥。夜过去，我彻底沦陷在赵总的柔情蜜意里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做好了早餐，等着赵总一起吃。他问我知不知道方勋的重要文件在哪里，我想都没想，带着他来到保险箱，都在这里了。我打开保险箱密码，然后让赵总带走文件。他走之前，又和我黏腻了一番才离开。方勋，既然你不仁，那就休怪我不义了。年快过完了，方勋也快到了回来的日子。如果是换在曾经，我一定会去现场接机。他刚下飞机就被警察逮捕了。赵总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话，问我惊不惊喜。我查出他非法出卖公司机密，私自挪用公司财产，已经把他举报了。我觉得很解气。我这才了解到，他给陈淑婷买的房子的钱，原来是私自挪用公款的。淑婷跑到我家里来敲门，求我把房子卖了，替丈夫还债，把挪用公款的漏洞先补上。淑婷跪在地上祈求我，但是我丝毫不为所动。你怎么不卖你那套房子？你的那套房子才是挪用公款买的，凭什么要让我来给你们兜底？我很生气。他是你老公。他脸色涨得通红。我冷笑，你也知道啊。淑婷仍旧不死心，拉着我的衣角。我很勋哥哥是真心相爱的，我知道我们对不起你，嫂子，我求求你不要见死不救好不好？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或许他是有几分喜欢方勋的，但是和房子比起来也不算什么。我没理会他，直接赶他出门。他眼看求我没有用，于是爆出了猛料。你以为你和赵总的事情真的是那么简单吗？还有，当初也是赵总让我勾引你老公的，要不是他的命令，我不可能这么轻松容易。赵总一直被方勋监视，方勋是赵总弟弟的人，他弟弟怕赵总抢回公司才这么做的。赵总他也是利用你的。顿时心头一震，心里一阵绞痛。许久我才开口，他利用我，你和方勋又是什么好人？淑婷沉默了好久。嫂子，我知道是我跟方勋对不起你，但是求求你看在这么多年跟他的情分上，救救他吧。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了，即使把钱还了，方勋依然还要被判3。我可以把房子卖了，然后离婚成全你们。淑婷不敢置信，我竟然能原谅。我也是突然一瞬间就想通了，我怀孕了，是赵总的，离婚是迟早的事情，还不如卖个人情，显得我深明大义。这种荒唐事我也有错，不应该谁怪谁的问题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大家都有问题。如果一开始我能忍住诱惑，如果从一开始我没有被报复欲填满，我没有把重要文件给赵总，也许就不会有这一切的问题。把淑婷送走后，我静静地坐在沙发上，思考着前因后果。
即使我跟方勋没有离婚，他做的那些事情也迟早会连累到我。赵总勾引我的时候也是早有预谋，他也根本没有考虑过我的安危。原来我也不过是他们商业上的一枚棋子而已，所以赵总接近我就是为了赶走方勋。想到这些，我心里觉得真是人心难测，一阵恶心袭来，肚子里翻江倒海，跑到卫生间一阵呕吐。我坐在卫生间的地板上，感受着身体的虚弱和心灵的疲惫。这个我曾经深爱的家，如今却变成了我痛苦的源泉。我抚摸着肚子，想到里面正在孕育的小生命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我知道我不能继续沉沦下去，为了孩子，也为了我自己，我决定离开这个充满欺骗和背叛的地方，开始新的生活。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我发现了很多和方勋的回忆，那些甜蜜的瞬间，如今看来却显得那么刺眼。我没有带走任何一件和他有关的东西，只带走了自己的衣物和一些必需品。在离开之前，我给赵总发了一条信息：我们结束了，我怀孕了，但不是你的。我要离开这个城市，开始新的生活，请不要再来找我。然后我关掉了手机，把它扔进了垃圾桶。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，租了一间小公寓，开始了我的新生活。这里没有熟悉的面孔，没有令人伤心的回忆，只有我和我的孩子。我找了一份工作，虽然薪水不高，但足以维持我们的生活。我每天都很忙碌，但这样的生活让我感到充实和安心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的肚子越来越大，我也越来越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。我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子，但我知道他会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我迎来了我的儿子。他有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和可爱的笑容。他的到来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完整和幸福。我看着他一天天长大，学会了翻身、爬行、站立和走路。他的每一个成长瞬间都让我感到骄傲和幸福。渐渐的，我忘记了曾经的伤痛和背叛。我不再恨方勋和赵总，因为他们给了我一个宝贵的教训，只有自己才是最可靠的依靠。我开始尝试写作，把我曾经的经历和现在的感受都记录下来。我发现文字可以让我更好地表达自己，也可以让我更加深入地思考人生。我的作品开始在一些平台上受到关注，我也因此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我们一起分享彼此的故事和经历，一起成长和进步。在我儿子3岁的时候，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，那是一本关于爱情、背叛和成长的故事。它记录了我过去的伤痛和现在的幸福。小说的反响很好，很多读者都给我写来了感人的信件，感谢我让他们看到了生活的真实和希望。我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写作动力和信心。我知道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不再是那个依赖别人的女人，而是一个独立、坚强、有梦想的母亲和作家。在我儿子5岁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个真正值得托付的男人。他善良、温柔、有责任心，对我和我的儿子都很好。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，但始终相互扶持，相濡以沫。我终于明白，幸福不是靠别人给予的，而是要靠自己去争取和创造。我感谢曾经的伤痛和背叛，因为他们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和独立。如今，我已经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、成功的事业和无数支持我的读者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靠我自己努力得来的。我会珍惜现在的生活，也会继续努力追求更好的未来。
而那个曾经欺骗和背叛我的男人和女人，他们已经成为了过去式。我不再去恨他们，也不再去关注他们的生活。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命运，我只希望他们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。最后，我想说，无论你经历了什么困难和挫折，都不要放弃自己和生活的希望。只要你勇敢地面对现实，积极地追求梦想，坚定地走自己的路，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成功。随着儿子的长大，我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他常常带给我无尽的欢笑和成就感。看着他一天天茁壮成长，我深感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母亲。而我的写作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，我的小说受到了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，甚至开始有出版社主动联系我，希望与我合作出版更多作品。这让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期待。在我儿子上小学的那一年，我和男友决定结婚。我们的婚礼简单而温馨，只邀请了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。在婚礼上，我看着儿子和丈夫的笑容，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幸福。婚后，我们的生活更加甜蜜美满，丈夫对我和儿子都非常疼爱，我们也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。我知道，这一次，我真的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然而，人生总是充满了未知和变数。在我儿子上初中的时候，我突然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。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，让我一时难以接受。但幸运的是，我的家人和朋友们一直陪伴在我身边，给予我无尽的鼓励和支持。丈夫更是日夜守候在我床边，照顾我，安慰我。他们的关爱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勇气和力量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养，我的身体逐渐恢复了健康。这次生病的经历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和身边的每一个人。我知道生命是脆弱的，但同时也是顽强的。只要我们拥有爱和希望，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。现在我已经年过半百，但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。我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，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，而我和丈夫也依然恩爱如初，享受着每一个平凡而美好的日子。回首过去的人生路，我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挫折，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，也让我更加懂得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。最后，我想说，无论你身处何种境地，都不要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和热爱，因为只有活着，我们才有可能创造更多的奇迹和美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